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尝美味享优惠，封神餐厅订得到。本节目由让你顿顿都封神的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小象超市30分钟快送超市，感谢节目官方食材供应商小象超市赞助播出。一饭封神尝百味，一杯宫酪品匠心。本节目由一口爱上中国味的宫酪酸奶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Como 管家厨神到家，本节目由一句话就能轻松做好菜的 Como 全屋智能赞助播出。一饭封神更懂美味，麦麸迪解码贴心更懂犬猫，本节目由麦麸迪指定赞助播出。卫龙高鲜牛肝菌魔芋爽，鲜香爽，本节目由卫龙魔芋爽赞助播出。去看第一季的节目来说，我也很容易去把自己带入出里面的。如果是我，我可能做得好点。就是很喜欢跟人家比。今天我做好了准备，这一季我就觉得我有信心超过他。一帆风顺2，我们来了。现在棋局重开，席位洗牌，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菜系、不同餐饮体系的厨师，即将在这里开启新的交锋，像个古罗马的竞技场一样，就要在里面度个你死我活了。在这里，地域不会限制味道，履历不能保证胜利。结果是出局。天哪！敢于接受挑战的人，才有可能一帆风神。为什么你可以在上面，我就不能在上面？但是我站在这里干的就是你们。我尊重他们，我不害怕他们。等着吧，我要下来收拾你们来。无所谓啊，我永远能打。这一季冠军一定是大厨。大厨又怎么样？你也会被淘汰。一帆风神，各翻大厨，加油！现在，请所有选手入场。这个地方，好大也好亮。毕竟从山里边来，没见过这么多灯光。但是我在山里边漂亮的东西见太多了，这种的话对我来说心情波动不会那么大。商业小背篓，这个是我的。我叫山野小背篓，我从厨20年了。之前是中餐职能总监，会到每个酒店去给他们开发菜单。但是我一直想做的是把大山的食材搬上远方的餐桌，去交更多的朋友。哇，哦，没想过第2个来的是国际友人，我想着完蛋了，我不会讲英语啊。大家好，我是阿拉比鲁尼。我在上海工作12年了，我的家人问我为什么你去那么远，我给他们说 Why not？ 这个是柠檬籽吗？这个是香茅草。香茅，哦，这个是我自己种的辣椒。这辣不辣？还行。因为中国是比我们大的，他们有那么多的食材，每个地方的口味都不一样，所以要看看他们有什么东西。大家好，我是一桌难求，目前经营的一家餐厅叫山海座。
是一家黑珍珠一钻的餐厅。餐厅基本上需要提前3到4个月才能预订到，目前已经排到了9月份，很多顾客吃完之后还会继续预约，因为非常好吃。我在香港的餐厅叫 Ankoma，25年拿了米其林年轻主厨奖。客人说吃我煮的菜会有幸福的感觉。我是年少有为，02年的，目前是餐厅的主理人和主厨。工作的时候呢，我永远是谎报年纪的，因为如果说让他们知道你年纪很小的话，其实不便于你的管理。但是我觉得年轻也可以做出好味道。大家好，我是00后新厨，我在之前工作的餐厅拿了米其林1星，也是福建唯一一家摘星的西餐厅。因为年纪小，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所以我主动来当小厨，证明自己，抛开一切荣誉和光环，靠我的实力走到最后。00后好厉害， 00后对，都是很年轻就拿了黑珍珠、米其林的主厨。哎，本来想放猪吃老虎的嘛，但现在看老虎太多了，还是好好的做个草草根吧。大家好，我是从意大利过来见你们的，很高兴。我是美味意中人，是 Master Chef 总冠军。我来这个节目就是想要赢。我是路人乙，风味的节目总冠军啊！哇哦，全都是冠军。对，别哭了。甜品大师，他把甜品做到了世界水准，在国际上拿了很多奖，而且在很多国际比赛中都当过裁判。他很厉害，他给澳大利亚总理掌过勺，香港全鸭法餐的开创者就是他。他做薄饼好吃到是蔡澜最爱，甚至写到书里。他们都是在自己的领域做到了顶尖水平，都是各个地区国际化的拔尖者。有高手，有高手，完蛋！来一半了，对吧？差不多来一半人了吧？哇！这是可以的吗？还有魔术。这一季的选手太卷了，跟上一季比，许多不同类型的厨师都来了。大家好，我输了，今天很开心，我终于不用上班了。我要回来啦！外地游客打卡必吃的顺德顶流鸡煲，常年热搜在榜。我是一路繁花电视连续剧《繁花》里边的红路，就是我的路。这种早上起个红路就搞，因为你也区别的。我是北派海肠捞饭的创始人，也一手创建了海鲜餐厅品海楼。我们家是川菜世家，在成都开了4家店，还挺火的。哇，这个厉害了！他的农耕记把湘菜开到全世界。我代号是艾玛了。他们的餐厅算是漂亮饭的鼻祖。参加过《变形记》的妈妈，她的黄鱼面馆也超级有名。他的店是最近的排队王，排队都要好几个小时。我创业12年了，开了超过500-600家店了。因为第1季的火爆，所以更多各个地方热门店铺的厨师都来了。这一季还多了好多北方菜的厨师，菜系也更加丰富了。阵仗好大啊！看到现场的席位一点点被填满的时候，心里就会想着：哇，这个这么厉害，哇，那个也好厉害，就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哇，好像来到那种御膳房海选的那种感觉，对，身边全是那种20-30年经验的名厨。今年的小厨比去年菜系更丰富，也多了更多专业性高、具有国际视野的厨师。跟他们同台竞技是非常荣幸、非常激动的事情。只剩下2位了。来2位，那一起来2位。他们上一季来过，对，他们上一季来过。复出了，这老人挑战我们新人。不！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第1季的选手会回来参加第2季节目，他们本来就很强了，而且呢，他们也有经验，感觉今年的赛事呢会更加的激烈。
我们是卷土重来，冲击冠军的客家冲击波。爱卷才会赢。你要卷谁？你要冲击谁？力，过来呀！过来！你过来呀！来就来。这才是真来卷我。第2期小厨确实强了好多，越来越强。但是我觉得以我的实力可以赢，我就想赢，一路赢到底。这个都是小厨是吧？大厨没来啊？哎，你说大厨不会挂头顶了吧？不会是吊威亚下来吧？那不可能。小厨都这么卷了，大厨得多牛！现在大厨会是谁嘞？哇！开始了！哇！来喽！他们真的来喽！太帅了吧！好强的压迫感！帅！重磅出击！我已经起鸡皮疙瘩了。哇哦，有点意思啊！应该也是按棋盘一样吧？棋子啊，16个棋子。现在排兵布阵，大事做。这个是地狱之火要烧到我们的意思吗？哇，真的是！哎呀，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哇，这压迫感太强了！帅！哇，天哪！啥时候咱们也能上去？太帅了！ chef 的压迫感就来了。哇，今年开场方式，我以为他会像去年推过来，但今年啪一下和竹笋一样，砰全出来了，我这个汉堡就嘚儿起来了。就这种直接的物理意义上的这种碾压感，好有压迫感，我们都得仰视他们。那个应该是炳胜吧？炳胜，强哥，海雷玉，厉害！薇姐，阿妹，这都是殿堂级的人物啊。接下来，我将正式向各位介绍隆重登场的这16位厨师。全国知名餐饮品牌炳胜集团联合创始人曹四全。全哥，最能打的全哥。我觉得现场的很少有人不认识全哥，他是我对粤菜的启蒙，把粤菜做到了可能全国人都知道炳胜这个餐厅，那很厉害。这个品牌真的很强，炳胜有广州新荣记之称，它有20多家店，然后年年都是黑珍珠米其林，荣誉拿的可以挂满墙的那种级别。我在英国就有人给我推荐，去广州一定要吃炳胜。这级别都来啊，谁敢跟你打呀？连续7年荣获米其林2星、世界最佳厨师2把刀持有者 Eric Ratti。2星，好厉害！我是没想到 Eric Chef 会在现场，因为能获得2把刀的奖项，就意味着这位厨师在国际餐饮圈已经有很强的认可度，而且是世界级的一个水准。去年大厨最高也只是米其林1星，他居然连续7年获得2星，太强了。这个一看就不好惹。
海外中餐天花板，黑珍珠二钻餐厅蔡家菜创始人蔡世伟。蔡厨在国外拿过很多奖，他的餐厅是海外极少数获得黑珍珠二钻的餐厅之一。很多泰国人知道中餐，都是因为蔡师傅，很多已经是失传的经典名菜啊等等，他都把它做得很好。今年请了好重量级。哇，今年的大厨们要么钻，要么心，要么刀，真的厉害。很意外的是，还来了我们湘菜的烹饪大师王师傅。你看，这都是名厨了，对吧？含金量相当高了。这阵容太惊艳了。全球10大创新主厨，华人圈家喻户晓的明星厨师温有成。温有成好红的，很多明星都很喜欢的一个主厨，很多不同的明星去他那里吃饭。技能那一块，他在10几20年前，我已经把所有的奖都拿遍了的，就什么比赛都是冠军，就是那种级别的。我们每一次见到他，恨不得他讲什么，我就在旁边录音。新一代闽菜领军人物，厦门华尔道夫酒店行政总厨杜国金。今年来了更多高端酒店的行政总厨。一个好的总厨，光有厨艺是不够的，必须懂得经营，懂得管理，懂得跟业主方沟通，要能给酒店带来无限大的价值。5星酒店百越系行政总厨，女性厨师代表人物张文文。太帅了！这是女性厨师哎，她的外形很酷，很酷。她和去年的 Tiffany 都是酒店行政总厨，不知道谁更厉害一点。在一个男性占据主导的行业里面，一个女总厨，你需要有一个很大的魄力，还需要通过你的想法、你的菜品，去让他认可你、听从于你，这个就非常的不容易。我去过他的餐厅，他不论是从烹饪的思路上还是技法上，都太扎实了，太棒了。最后一位了吧？在中间的一定很厉害。哇！等一下！哇！大力师傅。深耕川菜半世纪，传承100年技法的荣派川菜代表人物邓华东。邓师傅！哇，偶像，他有70岁了。没想到能在这个舞台见到他。他的眼睛里是散发着光的，而且是有那种老鹰的眼神。郑师傅是我们成都荣派川菜传承有序的泰斗级人物，他是川菜行业所有人膜拜的一个大师中的大师。其实不只是川菜界，邓师傅在很多地方菜都有厨师在学习和借鉴。邓老师他这个岁数来参加节目，我觉得他其实不是来竞技，他更多考虑的是传承，把自己几10年的经验和对中国菜的理解传给我们这些年轻人，真的是由衷的钦佩。天哪，感觉要跟神仙打架了。现在，100位厨师已集结完毕。开始紧张了，这个氛围。从现在起，大厨、小厨2个阵营将展开激烈的厨艺大战，争夺唯一的厨神。Sounds fun。会有什么样的升级呢？这是什么呀？有意思。这么刺激今年吗？欢迎来到竞技空间。加油！
场地，太大了，好大的场地，这不是我的梦想厨房吗？你们不敢想象在这做饭有多爽。对，那冰箱太帅了吧，每人一个，然后长长一条。这个跟去年有什么区别吗？更漂亮，更漂亮是吧？升级了是吧？对，升级了，升级。这舞台也完全不一样了。这次很不一样的地方是每一个灶台去围成了一个圈，像个古罗马的竞技场一样，带给人一种角斗士进入角斗场的感觉。要在里面斗个你死我活，自然而然的晋级于地下被燃起，好兴奋啊！哇，大厨！哦，大厨来了！完了，就这样被他们看着很大压迫感。哦，虎视眈眈的看着我们，所以他们是要观摩我们是吗？我们要被俯瞰。仰望啊！他们有点居高临下的感觉。现在我们虽然站在下边，他们在上面，但早晚有一天我们也会站在上面的，是吧？哎呦，这是要干什么？现在为各位介绍《一饭封神》第2季专业评审。难道是又来了？这感觉就来了，太帅了！今年的舞美哇！这个评委会从那边出来啊？是偶像要来了吗？要来啊！太帅了！欢迎黑珍珠餐厅指南推荐官，全球唯一米其林之友，通晓全球美味的明星美食家谢霆锋。峰哥，偶像！谢霆锋老师的美食的世界观，我记忆犹新。能进来这个比赛的，好吃已经是基本。我寻找的冠军是要对创造美食有世界观的艺术家。如果不是在比赛啊，我把这盘吃完。欢迎新荣记集团创始人、中国黑珍珠摘钻、米其林摘星最多的餐饮企业家张勇荣叔。荣叔好，我辈子楷模。荣叔不仅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也是一个挑剔和高端的食客。我吃完第一口就知道，海参的胀发有点过了。臭鳜鱼不是就要臭吗？为什么把它降低了呢？他对食材品质的讲究和对不同风味的理解都是顶级的。有请世界50家餐厅国内最高排名持有者、世界最佳厨师奖3把刀获得者、精通中餐和法餐的顶级厨师 Vicky 郑永琪。偶像，大家的偶像。Balance 哥去年，他好像特别严格。最难搞就是这个 Vicky。Vicky 老师的话就是大家熟知的 Balance 先生。他是为了不太 balance 的出局，你蒜不够多，那就令到它有点咸。出局。他对于菜品和调味的平衡要求非常高，还有极其严格明确的一个评分标准。这个部分很好吃，但是呢，有一点 gas 的味道，出局。所以我今天其实
是有一点点害怕 Vicky 的。我当时是心里有默念说，千万别让他来点评我。除了以上3位专业评审，本季还有美食观战团一起见证你们的封神之路。还有神秘嘉宾哦，这里。让我们欢迎一饭封神美食总顾问陈小青，美食嘴替李诞，大哥，一饭封神第1季3强选手屈雨瑜、杨彦丁、李子安。李大球晒好，哎呀！接下来公布《一饭封神》第2季第1局比赛的考核题目：拿手菜。参赛选手需要在120分钟内呈现自己的拿手菜。评审品尝菜品后，成功入局的厨师登上晋级区，出局的厨师将带着自己的身份棋子离开。本局比赛没有待定，每位评审仅有10个入局席位。若某位评审的入局席位已满，而后续菜品表现更为出色时，已入局者将面临替换。好残酷啊！本场共计30个入局名额，计时归零之前，一切皆有变数。对嘛？刺激。除此之外，本局比赛还将有一条全新的升级规则。改规则了，哟，有套路了哟，跟去年不一样。是要淘汰更多吗？啊？什么意思？好可怕！什么意思？哇！哎！哇！上面！哇！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呀？哇！真的下血本了！刚开始下降的时候，我以为是4块金砖。这个黄金到底要有多厚呀？这是什么？冰一下。可能食材吧。这看着像是土灶。真的是哎！哇，它是灶台，黄金灶的哇，黄金啊！太震撼了！这是我这羊肉串能站这台上烤的多荣耀啊！刚刚落下的4个金色灶台是大厨的灶台，是大厨的灶台。大厨要跟我们比，你看我鸡皮疙瘩都起来。是啊，我鸡皮疙瘩也起来了。会不会大厨和小厨一起淘汰？正常，一视同仁。本局比赛中，大厨将与小厨正面交锋，不再拥有豁免权。直接就跟大厨同台 PK 了，哇，太刺激了！你是大厨又怎么样？你也会被淘汰。我看大厨脸都黑了，笑不出来，那就完了。他们免死金牌了，他们想要拿那个金牌，就需要拿那个金灶把那个金牌铸出来。一饭翻身，干翻大厨，加油！有意思，有意思，可以，可以。打的就是精锐，打我人多了，你剩老几先排队。我老实说，你们怎么来，我就怎么打。我觉得你们叫啥呢？叫不叫嘛，我也要下来说是你们的，只是没到时候。
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大小厨入局战，现在开始。还是感觉到现场有点压力感。对，很激烈的感觉。就音乐一响起，就感觉那个紧张的气氛就来了。意思是有一个阴影。因为我们上一年第1局，我们是看着大厨在上面观战我们的，然后今年大厨居然可以一起。那这把大厨也会很紧张吧？压力是迟早都会有，但是现在就一开始就。我觉得大厨本来就应该承受更大的压力，因为大家对他们期待更高。大厨、小厨最大的区别就是能不能维持稳定水准。评审来说，我觉得比赛真的是公平的。赢没用啊，最终还是靠拳头、靠实力说话。我是觉得对大厨们更难的，他们自带光环，这个金色的灶台多多少少还是会变成大厨们的负担。但是话说回来，有大厨们的加入，就等于小厨你的名额又少了嘛，小厨们的压力肯定是加重的。今年这些人看过上一季节目，全都是憋着一股劲呢，每个都是很独特的感觉。这个机器是做法国血鸭的，它是用这个机器把鸭子血都榨出来。对，然后会用血、鸭肝还有干液去做一个酱汁。哇，你看，好大一条鱼啊！这什么鱼啊？那个是乌苏里江的狗鱼，这个大姐做的是全鱼宴，60分钟全做完。香料狂人，好多盆那个盆栽全是香料，这次他要用30多种。这个做的是海八鲜，用了从南到北各种海里的植物。这些东西都对我来说太神秘了。我的妈呀，他做的这个东西好特别啊！这个是石头鱼，有剧毒，这个要小心它。是羊眼睛吧？它这个是不知道想不出来什么味道，所以我对这个特别好奇。那个做那个烧鹅，他们家是深井烧鹅世家来的，在香港很有名。这卤煮吧？啊，卤煮。卤煮火烧是我祖爷的首创，我们已经传承了上百年了。伦敦魔界一哥，这个也上过央视。把传统西安美食带到欧洲的陕西人，我是第一个。我专门给肉夹馍定义了一个英文单词 “gamburger”， 现在字典上可以查到这个字。啊，真的？是的。付小姐在成都的创始人，她应该没问题吧？她连料都是今天现炒的。有牛的香味吗？这个大哥是北派海肠捞饭发明人啊！这是真的，聚集了各类高手，真的啊。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特色。哎呀，这感觉第一轮就不好选。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尝美味享优惠，封神餐厅定得到。本节目由让你顿顿都封神的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新鲜食材天天有，30分钟就到手。感谢节目官方食材供应商小象超市赞助播出。一饭封神尝百味，一杯公告品匠心。本节目由一口爱上中国味的公告酸奶特约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我发现有老朋友啊，你们发现了吗？2个。对，我看名字看到了，艾卷，跟客家冲击波。这怎么有回炉重造的 ？Hello 啊，看着好面熟啊。回来了，回来了，卷土重来。卷土重来，也是一个想法。这2个人，我上一季还是有很深的一个印象，他们有一定的实力，
然后他们会比我们熟悉这里的场地、温度、湿度，肯定做了很多的储备工作。他们敢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了吧？再失败压力太大了。你这么大阵仗吗你？对，这个液态蛋是要做冷的呀？对的，这个是创新的客家的一道豆腐花。那还有其他食材吗？豆腐还是豆腐。祝你好运，谢谢。我是客家冲击波，我又回来了。客家冲击波呀，不好意思，你出局了。今天这个皮，我是勉强的搅断的，好可惜。第一次参加之后，其实挺多客人是想试一下咬不动的割水是怎么样的。我记得点评最多点赞的就是很可惜没有发挥好。对，我也觉得挺可惜的，所以我才回来了。这一次我带来新的菜品，创新的客家豆腐花。豆腐是用国宴的刀工把它切成了一个像绣球一样的叫菊花豆腐。看拿菊花豆腐切得特别细，然后用那个分子料理设备的一个离心机，把10倍浓缩的豆浆澄清。离心机就是我们去验血，抽完血之后，护士会把我们的血放在一个试管里面，把这个试管放进去，它一直会晃，每分钟几千转的速度摇这个液体。比如说他今天摇的是黄豆，那这个黄豆的渣子会跟这个液体分离，那你得到的是最清澈的液体。这个是离心机离出来的豆汁，醇厚。我就把离心出来的豆汁热一下，放在底部，然后我会用液氮把它表面快速冻成冰块，这样就把豆浆藏在底部，让你去挖掘它，得到一个惊喜。然后把蒸好的黄豆鱼胶汤跟切好的豆腐倒下去，它就能瞬间形成一层那个果冻，像定格的这个化石一样，很漂亮一朵花。哇，它这个菜看似简单，感觉好复杂。他们敢这憋了1年大招了，这不得好好的表现一下。爱卷今年搞的又是很复杂，感觉。你今天还是用黄油鸡，用我最熟悉的食材，再次表达另一道一个。那还是卷吗？不是。大家好，我是爱卷蔡慧英，我今年是2.0的那个状态就回归。你好，大少，请介绍一下你的菜。我今天做了一个黄油鸡卷，今年我也是带来了一个黄油鸡，但是是一个升级版。我现在还没看出来爱卷在做什么。爱卷它是做了一个用猪网油、鸡跟鲍鱼好像给它包起来。我这次有一个宫保的主题去呈现黄油鸡这个食材。宫保鸡它的一个主要食材就是鸡肉、花生、青葱跟辣椒，它的主要味型就是一个火辣味和荔枝的一个味型。我这道菜就是想要把宫保里的每一个元素给它都提取出来，单独表达，然后把它融合到了一盘菜里面。鸡肉部分，我用了鸡胸、跟鲍鱼、跟鸡腿做一个3层的一个分层。他做的太复杂了。然后大葱元素，我去用章丘大葱，用低油温去炸了一个金葱酥脆卷去呈现。哦，这是葱吗？对。这是你的 demi glace 吗？这是我做的那个鸡骨汁。味型部分，我用麻辣花生做了花生酱。然后花生酱里面我加入了鸡骨浓缩高汤、黄甜椒、汉源花椒，再加入了自己发酵的一个柚子胡椒，可以体现花生和辣椒部分，同时它又能表达火辣味和荔枝味。希望这个黄油鸡2.0版本能再一次得到铁坤老师的一个认可。去年的第2轮我失败了嘛，有点不服输的这种感觉性格在，我很想赢。我感觉第1届还是大意了，所以这一次我做足了准备。哇，按0了，好紧张啊！听一下。客家冲击波，冲冲冲！
你好，评委。客家冲击波，可以揭盖看一下。它应该是用豆子、跟豆浆还有豆腐做不同层次的这个呈现，然后组成了一个创意版的客家豆腐花。你是自己切的？对的。其实网上有几块钱的模具，我可以送你一个。那个太粗糙了。那也是，我要像头发那么细。我们吃的话要把它完全搅碎，连绣球都要搅碎吗？全部连底部都要搅碎。我来帮你。来。我们要把豆浆搅出来，这样它口感就会更平衡。出局，没过。因为我是觉得还偏不够浓郁的。我觉得，尤其是我知道你自己的功底，我是希望能吃到一种惊喜的。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个好可惜的，就是因为我们从打开看到它的刀工，看到整个呈现是高级的，是美的，是有仙气的。但是在喝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比较平的味型，不错的豆花，但是会有惊喜吗？这个味道对我来说就没有。客家冲击波出局。我该把自己想展示出来的东西也展示了出来，我想表达的东西也表达了出来。我觉得这次输而无憾。哎，俏玲。能过吗？哎，在这儿天天挨卷，小伙子第2次来了。Hello， 丁峰老师，这是一个宫保风味的一个鲍鱼黄油鸡，搭配了一个黄灯笼的一个菠萝气泡盐，用来解腻你之前吃过的所有菜品。对，这是我为了评委老师品尝前去特别配置的一个黄甜椒菠萝风味气泡盐，先让评委老师喝一下，清一下口。同时又能提前进入我的菜品的风味状态，就是我参加第1季下来的一个小经验吧。这杯东西好好喝，谢谢老师。然后这是我的菜品。你刚刚说这个是一个宫保的一个底，对。但是如果你不说，我还就是觉得跟宫保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啊。就是它的每一个元素都是在贴切宫保这个主题，宫保鸡的主题。爱卷才会赢。你的结果是出局。太伤感了，太伤感了。哎呀，整道菜其实是独立的，非常不错，每一个技术层面都是非常高的。但是它为什么要在一起？为什么要这么呈现给客人吃？这个是要琢磨的。好的，这么多元素的一道菜，还命名了宫保这个味型，但是我吃到的更多是它的这个黄甜椒的椒香、苦涩。加油！
爱卷才会赢，出局。在谢霆锋老师评审完这道菜之后，我自己把那个剩余的菜品给吃完了，就感觉是自己成长的可能还不够，然后确实也感觉今年的一个赛制的严苛程度比去年高了很多。还卷土重来，还冲击冠军，还冲，还卷，哎呦，我俩是来说相声的吧？其实我好开心可以见到一些愿意返场的选手，他们的所有的技法都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也会希望看到一些成长。去年一帆风顺打造的标杆是今年一帆风顺的门槛，所以我今年的评判标准比去年高了。这个菜是一个青花椒扇贝担担面，那我们这个是面飞面的概念，整个用扇贝做处理以后切成了一个手工面的一个感觉。可能对我来说，扇贝取代不了的是吃面的快感。是碳水的快感。对，业主严选，你的结果是出局。好，谢谢老师。我的招牌菜是5种海蟹炒米粉。我会觉得这么多的螃蟹，它有点迷失了每一个食材的这个用处。一桌难求。不好意思，你的结果是出局，谢谢你。我看到今年的选手比去年的更整活了很多，喜欢有很多的步骤。我的龙虾的煮法就是把它缝在了 kelp 里面，或者是带着很多的元素。我们会选用这个蔬菜的根、茎以及芽苗制作的。但是有很多的美食做了减法，把最简单的东西做完美，反而是更高分的。这个 kelp 它本身也有一些海洋的 brininess， 所以再加上你的酱呢，其实后面是过咸的。因为你做了这么多的功夫，在每一道功夫里面，我觉得可以这个手法再细一点点。漂泊厨房出局，料理黑带女王出局，一桌难求出局，业主严选出局。完蛋啦！霆锋，一上来就这么严格啊？去年已经这么厉害了，但是这个已经是基本，今年必须比去年更好、更细腻、更有世界观，所以我也替他们担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入局的，挺吓人的。是不是因为大厨的加入，让评委的评判标准变严格了？不论大厨和小厨，首先一定是好吃，而且一定要 consistently tasty。做一个厨师真的很重要。我也没有可能因为你是小厨，我就降低我的本身的标准吧。酱汁紧贴着很烫的盘子，让酱汁有一点点很小的苦味。Dakala press 最重要是酱汁，你放了太多这个压干了。I didn't have that balance of sweetness that duck was almost screaming for。这个酱汁配这个馅饼，你没有在这道菜里面来体现不够 balance。你的结果是出局。谢谢老师。结果是出局。谢谢。北美岩茶生出局，金牌狮王出局，餐桌无国界出局。妈呀，紧张。救大命了！哇，我们的 Vicky 还是一如既往的严格。其实去年 Vicky 老师就是最严格的，每一个很小的细节，他都能感受得到。其实我会更希望是 Vicky 老师过来试我的菜，
就是一个严厉的评审，他很满意你的食物的时候，算是一个肯定吧。熊猫，他也是现在香港年轻厨师应该最好的那几个了。我叫后厨熊猫，来自香港。最开始入行是在 Elcia de Can Roca 西班牙的3星米其林餐厅，后来跟了一个 chef 叫 Maxim， 在香港的一家餐厅 Acritures 做到了 CDC 主厨的位置。后厨熊猫，我跟他是同事。他现在的餐厅呢是法国菜，有加了不同的亚洲的元素。熊猫它的创意是满分的。它是法餐厅。那他这次做的是西餐吧？那边Alan做的也是西餐。Hi, chef. Oh, hi. Hello. 你好。你好。 Very good. What are you making today? 今天做这个金枪鱼 Napoleon， 干了很多年了。他是业界很厉害的。很厉害，我觉得西餐里面是顶尖水平的。他很早也是华人第一批拿米其林的，肯定是专业中的专业了。Chef Alan 的话，其实在中国啊西餐这一块就是很德高望重的。Chef Alan， 他是我们协会的会长。艾克菲是一个很高端的组织了，会长，这个多大的咖呀？Alan鱼难得会来参加节目。Chef Alan 鱼，他是香港的餐饮界的前辈嘛，也是做西餐的，能跟他同台较量，也是我觉得自己的一个荣幸吧。我做了有36年厨师了，这次来参加一帆风神，我觉得是可以互相学习的一个事情。跟大厨同场竞技，我是蛮兴奋的。那大家站在同一个起点，能不能走下去？拿菜说话嘛。这次我做的是一个金枪鱼拿破仑，用一个刻刀刻成圆形薄片之后呢，我把它保鲜放在冰箱里。其他主要还是以中国的食材，比方说长沙的长豆角。辣度来自湖南的鸡肠椒，这个椒呢，它是非常嫩。这个sauce呢，我是以这个大豆油做成一个蛋黄酱，调味用一点盐、酱油、嘎嘣脆的鲱鱼籽，然后把鸡肠椒、豆角切成小末放进去，它的口感是非常清新的。就看他那个手法都很利落，应该调味特别好。其实现在吧，大家都比较讲究健康饮食。我在选调味的时候呢，也会比较注意。像我用的海天有机酱油，就是冲着它拿到了中国、美国、欧盟3个国家地区的有机认证，很靠谱。这样我的菜品鲜甜是来自酱油，咸度也是一部分来自这个酱油，既能把食材的鲜味带出来，吃着也能更健康、更放心。我发现他每做完一步就放到冰箱里，每个东西切好之后，我都放到冰箱去，来来回回，就是一定要保持冷藏那个温度，所以它口感会更好。Alan 鱼，哇，很轻松的感觉哦。看看熊猫做的什么。我这次带来的是自己餐厅里面我自己很喜欢的菜，叫做冬去春来麻薯土豆疙瘩。那来到长沙，我也想说，不要就是说什么东西都外来拿嘛，就去菜市场逛一圈。今天这道菜我会替换掉一些本来在我的餐厅里面用的食材，换成当地新的食材，尝试不一样的口感。手法非常纯熟，切配料的时候，我们先会把马铃薯蒸熟了之后过成泥的状态，然后放进厨师机，搅拌的时候加入一些木薯粉，烧过的开水。必须要保持它滚烫，让它把那个木薯粉给烫熟，然后混合好成团之后，我们需要去摸它，看一下它的手感会不会是一个我们适合想要的硬度。没想到在过程中翻车了，因为这款土豆的品种淀粉含量比较低，所以和面的时候需要减少水分，但我没注意到。结果导致面团比平常更粘稠了。那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糟糕了，脑子瞬间就乱掉了。
非常紧张，非常紧张，我手都在冒汗。这边 Alan 应该快完成了。这道菜我是配了一个小薯条，土豆切完之后呢，然后把它用水泡一泡，把上面的淀粉洗掉，然后放在70度低温的油里面慢慢炸，炸出来的是金黄色脆脆的，提供更好的口感。这道菜我已经做了差不多有35年了，基本上在每个城市、每个国家做完了之后呢，非常受欢迎。我女儿、我妈妈特别喜欢吃，所以这个菜我是非常有信心的。Hi Chef， 这道菜是要海陆两吃，西班牙金枪鱼拿破仑，中间搭配那个炸的土豆丝，提供更好的口感。你在餐厅是一模一样的，还是你？餐厅会比较 portion a little bit bigger， 大一点，会，但是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味道基本上是一样。OK， 是。你的结果是？你的结果是出局。结果是出局。谢谢。你选的吞拿鱼跟在西班牙选的很好的，因为我本身喜欢西班牙的 tuna。是。这样子这个口感也是很好。这应该是脆还是不脆的？是不脆。它这个应该是脆的嘛？应该是脆的。对，我们一般会用一个 potato twirl， 但是需要烤箱和一个 slicer， 所以我是用这个 fresh instead，texture 会变一点。其实道菜是不错的，但是土豆脆条，不是脆的。我相信你在餐厅这个是超级脆，对吧？是。我也很想到你餐厅再吃这道菜，因为我相信在你餐厅一定是好吃。可是，在比赛里面，那你放在盘子上面，我就一定要挑。因为你在餐厅呢，客人过来吃饭，永远不会给机会你犯错的，这个就是一个最正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做评审，也是应该真实一点。Thank you so much, though. Alan 鱼出局 ，Alan 鱼出局。啊？ Chef 出局，我真的好意外。Chef Alan 鱼他淘汰的那一刹那，我是整个人是呆了，因为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很有分量的 chef。我觉得他应该是稳进前最少8强吧。他被 PK 掉，我们一片哗然。哇！出局！大厨，这是第一个。天哪，大厨！哇 ，Vicky 真是铁面无情哎，那 Vicky 肯定也知道他是谁啊。是啊。不够脆就不过了。比赛其实就是这样，你有2个小时，大家都有2个小时。天哪！你状态不太好，那你没有什么借口。加油啊！小薯条不够脆，因为可能摆在里面有酱汁，会软一点，所以这次出局呢，我接受。对我来说，我觉得 OK， 因为我的心态一直很好，那所以我还是会继续做自己的厨师。Alan 鱼出局。突然听到 Chef Alan 被淘汰了，瞬间压力更大了。
因为那个翻车了，我还在思考要怎么补救，之后就只能就是不停的深呼吸，然后赶紧切，赶紧做，继续一点点加木薯粉，搓出面团之后，封保鲜膜放到冰箱里面让它冷却一下，因为面团有点粘稠，冷却了之后可以让它变硬。冰箱只有这么大，那你需要腾空间。我在看清单表格，思考要把哪些步骤往上提，哪些可以往下面放。那说不紧张肯定是假的。后厨熊猫已按铃，熊猫也完成了。Hello，tell me。这个就是东旭春来麻薯土豆丸子，它的口感比较像年糕，比较有弹性一点。面团冷冻变硬之后，就可以拉出来搓团了。我给它取名土豆麻薯丸子。然后东旭春来其实是整道菜的一个概念，灵感其实来自于新荣记那个时候比较出名的一个东旭春来饭。那它的冬呢，其实是指冬天的腊肉，然后我就把腊肉换成了 chorizo 腊肉肠，然后春是指当时会有的春天的一些蔬菜。然后法山对于酱汁非常的看重，我是用了一个花雕做了一个中国黄酒酱汁。其实它里面还有混5年和10年，因为5年是提供酸味，10年是提供香味。我用这个酱汁去煮丸子和配料，我也相信这个菜品它是会有比较惊喜的一个感觉的。他做了一个中国的一个黄角的酱，很复杂。我是一直在盯着他的表情，就看到他开始有点小挑眉，我就开始非常紧张，超级紧张。这就是 tapioca starch 的 gnocchi。对 gnocchi。他好像刚才和面的时候出了点问题。那入局也有点难了。恭喜你 ，Ruchi。 Thank you, chef.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Very good. I like it. I like it a lot. 麻糍一样的 gnocchi 很好吃。这道菜 is very seasonal. It looks like spring. And everything, the balance of the flavors, the use of the 2 different yellow wines. Very good dish. Thank you, chef. Wow. 后厨熊猫入局。 Very good. 看来他把丸子的口感救回来了，不简单。他做了一个 gnocchi 的东西，第一口呢就是很鲜甜的一个黄酒的酱汁。那黄酒呢，那它也用了不同的年份做了一个平衡，那配搭的很好，应该有酸的，应该有鲜的，应该有甜的，全都有了啊。他也很尊重现在使用的食材，然后每一口不同的蔬菜吃下去了的不同的感觉，很复杂。这是一个我从来没吃过的一个口感。这第一个入局了，这个小厨牛啊，是的。大厨那边压力大，神仙打架在台上，封神一口在桌上。上美团 APP 搜“一饭封神”，吃节目同款美食，用美团团购封神美味，找得快，热门餐厅订得到。第一位大厨出局的时候，觉得这个赛制还是蛮残酷的。你之前的荣誉是之前的，现在所有人都是归零，不会分大厨小厨，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是厨师，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次的赛制很好，公平，不管大厨还是小厨，大家都得拿自己手上的功夫说话，不是拿名号说话。我不会因为谁是大厨，好像他就是要加分多一点。我只看菜。
好奇全哥做啥？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吃过全哥的黑叉烧。全哥，其实我想不到全哥会来参加这个比赛。我看到草石前，我说哇塞，这是一座像山一样的压力，那个。觉得他是一只很厉害的大老虎。曹师傅呢是现在粤菜新派菜里面的天花板，最高级的厨师。去广州吃过他各大餐厅，道道都很好吃。他在我们广州算是比较标杆的，也被称为广州新荣记的地位。这一次我要带来炳胜招牌叉烧升级的全新版本2.0。很期待它这个叉烧。我也是。我想学做出来脆脆的，跟一般的真的不同，而且它很像用那个肉都是特别肥的。现在应该加入大量的糖。对，当糖和油脂在一起的时候，最嗨是会让人致瘾的。哎，现在这些坏人已经不给我们单吃油和糖的机会了。都知道把它们混在一起了。哦，我觉得他这个做法应该就是用糖的这种焦糖口感去呈现，它没有腌进去，它是用那个焦糖的表面去炭烤，变一个脆壳那种感觉。是。全哥受伤了，他不是搞这个的吗？他是搞这个把手给弄伤了。全哥太搞笑，拖着一只断手，太夸张。啊，对的，因为来之前就是跟运动对抗的时候，把那手的那个筋断了，我现在受力受不了力的，有影响的。以前的脆皮沙司可能有点小力，但是我们这一次来加一些香茅的香气，让你口腔里面特别的舒服。脆皮叉烧是炳胜首创首发出来的，没有脆皮叉烧之前没有这个名字，可以说是一直被模仿，从来没有被复制的一个产品。哇，这叉烧出锅了，叉烧也要哇，太香了，看着。哦，我想现在下去吃。上一年小厨拿冠军的，今年冠军可以在大厨里面产生。全哥交卷了，这肯定香啊！它那一开炉就是香味了。这个是脆皮叉烧第2代，香茅脆皮叉烧。我用香茅水加一些木酱籽油，提炼那个香料。老师过来品尝的时候，喷椰香水，再去吃我这个脆皮叉烧。一口酥脆夸口，淡淡的香茅的味道在口腔里面环绕。来，试讲，闻一下我香水，香茅的味道。他自己调了个香茅水做香水。其实他这个整个下来之后，如果是跟这道菜没有关系的，也其实让人觉得这个是装神弄鬼的。那我要先吃这个。对，先来这个。其实我觉得一道叉烧，从它的整个理念到呈现到搭配，我觉得做的。希望手上部位给味道带来影响。